欢迎两位啊！结婚多久啊？13年了。孩子多大？啊，2个女儿，大的12岁了，小的10岁。今儿来的目的是啥呀？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老公回老家陪我们生活。他一直是在外面是吧？是，他是一直在北京的。等于两地分居了13年是吗？反正我来回往返北京也好几次，都是希望他能陪我们回老家。哦，今天来的核心主题就是回家，是吧？对，因为我10几岁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一直在北京上班。我也比较喜欢北京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因为我从事的也是美发行业，比较时尚潮流的，所以我在北京能够很快的得到这个技术的提升和美感的提升。如果回老家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行，好，我接着问啊，你们俩据说是闪婚是吧？是的，当时是我老姨，给介绍的嘛，所以我回家见了一面，就感觉还可以。我们应该是第一次是8月份见的面，然后第二次见面应该是10月份见的面。然后第2次见面的时候就提出了要结婚，然后是12月份我们就结婚了。当时我们出去逛个街呀，然后看电影啊之类，感觉他还是挺不错的，也挺会关心人的，而且感觉这个人能值得我依靠，所以当时说结婚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自己赌了一把似的，把自己的青春就依靠给他了。你就等于就跟他吃了一顿饭，看了场电影，就决定嫁给他了，就靠谱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结的婚，把自己的。那你们结婚以后，你是不是就跟他去北京了？第2天他就回北京工作了。你呢？我在老家。为啥不跟去啊？一开始我始终是在老家的，所以没有习惯在外面工作。我是希望他回老家生活，然后看着隔壁我们邻居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然后老公出去打工了，我看着他那样的生活并不幸福。过春节的时候他回到老家，我就跟他商量，我说你能不能在老家找份工作，结果他还是坚持，我没有拧过他，只好跟他一起去北京工作了。去北京了？那不是挺好吗？到北京，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还是最幸福的时候。你看看。那才我们租了一个8平米的小房子，1个月虽然就1000多块钱的生活费，但是感觉还是最幸福的。从有了我家老大的时候，因为当时怀孕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怀孕，就因为肚子疼。然后就去医院检查，结果检查是怀孕了，医生就建议我在床上躺着保胎。有一天我就肚子疼，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陪我去医院检查，打电话也不回，发短信也不回。最后我等到他11、12点钟，喝得醉醺醺的回来的。他回来之后，我就跟他吵了2句。他当时就怕吵到了隔壁邻居，让人家说，然后就说那个我明天给你买好吃的，就哄着我，把我应付下，他躺下就着了。第2天的时候，我说我想吃水果了，你给我买点葡萄来吧。结果就跟我说，你自己没腿呀，自己去买去。我就当时就心寒了，我还怀着孕，在他心目中都一点位置都没有。对。然后呢？当天我就生气，就回老家了。因为我那天是在忙顾客的时候没法给他回电话。你不是还喝酒了吗？因为我是那个店的领导，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里。对，我们团建我不能不去，知道吗？怀着孕呢。咱都别找理由了，反正就是那天喝酒了，然后你就等于回家了是吧？回我爸妈家了。是你父母照顾你是吧？对。回我爸妈家之后2、3天，他也没给我打电话。过了，因为我想你回爸妈正好父母可以照顾你更好。1个礼拜吧，他给我打电话，居然打电话，他不是让我回北京，他让我去他爸妈那边。这是为啥呀？他说让他爸妈照顾我怀孕了。父母照顾的会更好，营养吃的也会更好一些啊。因为我毕竟在北京上班，所以照顾的肯定不会特别的周到。但是对，我就想他回老家。他跟你在一起不是更好吗？我这不也是为了他身体着想吗？也面临着几个月以后就要生了，所以我也想让他跟我父母会好一些。行呗。是我听他的话，结果呢，回去之后，他们地里也忙，还是我自己洗衣做饭伺候老人。那天我就想吃肉了，然后我就跟妈说：“我说妈，咱今天买点肉吃吧。”竟然妈回了我一句说：“没有钱买肉。”
当时我气得我说妈，我今天不在家吃了，我回我妈那边吃。回去之后我就打电话告诉她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不想回去了。结果她二话没说把电话就撂了。第二天她就赶回来了，还气冲冲的把我接回她爸妈那边。我们俩进屋嘛，然后她就跟我说：“你不是想吃肉吗？给你钱，这些钱够了吧？够你买肉的吧？”就夸把那钱就甩到我的床上了。当时我就心寒的。我当时在想，吃点东西就这么难吗？你不跟我说，你还知道那回娘家吗？还得让我跑一趟回家接。对啊，那你就把他接回北京不就得了吗？你想的是在父母那儿照顾的周全嘛？现在既然照顾的不周全，为什么不接回北京呢？因为他马上就面临着要生了，所以，哎呀，肯定到北京我工作肯定照顾不了。是，反正我们要找借口还是有很多的啊。后来孩子生了怎么样？当时孩子生了。他也一直没有回家，这为啥不回家呢？生老大的时候我回家了。啥时候回家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因为我回家那一天正好他跟孩子休息呢，所以我看他俩都挺好的，明白吗？母子都挺平安的，所以我就直接又返回上班去了。你知道吗？我在月子里头，我真的咱不说苦难历史了，我相信这个月子肯定按你的说法没做好，对吧？是的。肯定他父母照顾的，在你的内心看来也是不太周到的嘛，对吧？对。那在你的印象当中，你把大闺女生完之后，再见到你先生是什么时候了？1个月吧，就是过春节他回去。就是年根儿，闺女是年根儿生的是吧？对。然后就过春节了。然后等于过完春节他又回北京是吧？对，回北京了。孩子多大的时候你又去的北京啊？孩子差不多2岁的时候，我就把孩子放给父母了，然后我就回北京跟他一起工作。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咱俩好好工作，攒积蓄，到时候生活好了，把孩子父母都接过来住。不是挺好吗？然后呢？但是他平时就说过儿女双全，我就想再要一个孩子，要不看看能不能把他拢回去。然后结果我就怀孕了。你的意思就等于说。要老二是因为你那时候觉得你先生对这个家庭没有什么感觉，是这意思吗？对。你用了一个拢回去嘛？对。就是你觉得他那个时候心思已经不在家里了，是这意思吗？对。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就是想，多挣点钱，然后能让家庭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好没好嘛？日子过得现在还可以，但是肯定不是他想要的。行，你接着听妻子讲嘛。怀老二之后，他更二话不说，直接就把我撵回老家了。说在这我也照顾不了你，直接就把我撵回老家了。我在老家就是一直，他也不回去，打电话也不接，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心里就没有安全感。到了我生老二的时候，他也没回去，连孩子满月100天都没回去。这是为啥嘛？忙挣钱。真的是。这么想的，对，我就想，因为行，你1个月给家里寄回去多少钱啊？忙成这样，最多给你2000块钱。是每个月都寄还是？不是，差不多得2、3月吧。那您这也那么忙，就挣这么点钱啊？因为那时候挣的比较少，现在还好一些了，对。是人也不回来，钱也打不回来，所以。我就一直对他在外面也是不放心。第一个，我就为了这个家，想让他一起回来生活，能照顾孩子，能照顾父母。行，那现在这孩子都在老家读书是吗？是。孩子谁管啊？孩子父母管着呢。那你呢？我现在也是在北京跟他工作，就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结果呢？您是在老二多大的时候又回的北京啊？在老二上学了，我才出去的。然后你们俩就生活在一起了？也没在一起。到了北京怎么不在一起呢？虽然是在北京，但是他工作他的，我工作我的，一直都是分着住。周末会在一起吗？对，周末偶尔的会。平常都不在一起？对。哎呀。所以我一直都想着让他回去陪我们，因为我就为了这个家庭，所以我才跟他出来的。如果我要放弃这段婚姻的话，我觉得对不起孩子。您考虑过放弃这段婚姻吗？以前我考虑过，但是我放不下孩子，因为
当时我家孩子那小的时候，父母也是带着孩子去工作嘛，工厂里面就是有机器比较危险，孩子碰着手了，当时孩子手那层儿还缝针了。咱就不说这些不容易和艰苦了嘛，就是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我们都知道是特别不容易、特别艰苦的嘛。然后你们等于到了北京之后，你把2个孩子撂起来撂给老人了，是这意思吗？对。那您平常您也和你丈夫一样是逢年过节才回家，还是有的时候你也回家呀？我回家比较多一些。哦，您大概1个月回几回啊？1个月最多1次。哦，1个月回1次看孩子，2孩子都给爷爷奶奶照顾着呢。是。哎呦，这个日子过得。所以是现在老师一直都在给我打电话，就说孩子现在面临着上6年级了嘛。好。上6年级了，然后以后就上初中了，然后孩子再不管的话，第一个孩子就到叛逆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你再不管就会走上弯路的。行，我就听明白了，他说的是事实吗？是现在的事实。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还想要这个家吗？想要这个家，那就回去呗。因为我回去以后，我就感觉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不是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是我想要的。那你就把婚离了，过你想要的生活不就完了吗？何必那么自私呢？我听明白了嘛，就等于老大老二他都没承担任何责任嘛，就给家里积点钱嘛。然后即使妻子去了北京，其实他也没跟你做夫妻嘛，基本是这意思吧？那你图啥呀？你可以要你的生活，你跟人说清楚嘛。因为我感觉还是很爱他的。不是你，那你跟他回家。他一直都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陪我们。你觉得心里有你们爷儿仨吗？你先说，你跟他这13年，你们俩算什么关系？名上是夫妻，实际呢？其实就是要带孩子，就属于单身的家庭一样。单亲妈妈嘛，是这意思吧？对。哎呀，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卞女士啊，所谓的婚姻也好，妻子也好，不是说你有一张结婚证，你就是有婚姻，你就是妻子。还得看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还得看对方真的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到现在这个状况，其实一路而来，你一直觉得有一张结婚证是保障你的东西，你一直觉得作为一个丈夫就应该是有责任心的，但是你没有想过他有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丈夫的位置上。如果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丈夫的位置或者父亲的位置上，那么这个责任心就无从谈起了。而且有时候真的要及时止损，这个生活不再是你能控制的时候，你不要老想着我再生一个孩子我就可以怎么样了。该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得过自己的生活，该给孩子一些好的就是抚养的时候，你就去好好照顾孩子。然后严先生，我还是那句话，我劝你善良，你要过自己的生活 OK 的，没有问题，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该尽的义务尽起来，这个就是基本的义务。我对你没有别的话可说，我就是希望摸摸自己良心，好不好？如果还有的话。好，谢谢陆琪老师啊，来周琼老师。哎呦，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也挺吃惊的，因为刚刚其实赵川反复在问他，你为什么不愿意放手，你就过自己的生活？他说我爱他，其实全场都在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特别理直气壮脱口而出说，因为我爱他。就是整场听下来，我是觉得他们完全已经没有这种爱情的成分在了，至少在男方这里，我是感受不到他的爱。他在怀孕的时候，他在生2胎的时候，其实你都不在身边，甚至你说你到家看到他们母子在那儿，然后你又回去上班了，我觉得这已经完全超出我对一个人的想象了。就是你做这个事儿，然后你竟然还能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说
我爱他，所以我不离婚，不放手，不去过自己的生活。我一直在回忆我很小的时候听过的一个广播剧。路遥的人生，我还清楚地记得里面2个主人公的名字高加林、刘巧珍。那个时候我们通通在说这个高加林从农村里出来就忘恩负义，好像就背叛了刘巧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长大之后，我其实慢慢理解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青年，他对城市的向往，尤其在那个时代他渴望过另外一种生活，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你渴望过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另外一种人生，你为什么要把它拉到不属于你的生活当中，让它成为一个附属品或者牺牲品，莫名其妙的和你的世界渐行渐远，你却不放手，这个是我一直不理解的。所以露西说我们要善良，你选择你的生活，但是你要有一个底线，要善良。我想跟这位女士说，我看了一下，你33岁，33岁很多时候在城里的女孩可能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所以人生也许才刚刚开始。你不要觉得因为你见了2次面跟他结婚了，你的一生都拴在他的身上了，所以你始终想把他拢回来。这个词说的特别接地气，但是也真的让人心酸。一个女性用尽一切力气，想尽各种方式，甚至用各种的手段要把他拢回来，但是真的很难拢回来了。想想你和孩子的未来，不要再把自己的一生跟他捆绑在一起了。你看到了吗？你在哭的时候，他的眼神，他翻眼看着天空，他会觉得你的眼泪在我这儿没有任何用处，把眼泪擦掉，过自己的生活。谢谢。谢谢周老师。来，珊娜老师。严先生，我都不想去跟你说你做的这些让人觉得很过分的事儿，关键是你现在的态度，你并不觉得我做的有什么过分的，你也并不觉得你现在是2个女儿的爸爸，我都不谈你是他先生的这个问题。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有血脉在这个世界上，孩子他们要长大的，他们以后长大了知道自己的爸。那个高加林被别人举报了之后，落荒而逃，从城市又回到农村，走到那个村口的时候，那小孩穿那个信天游，说哥哥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他不是高加林，高加林有悔意，有羞愧。他在桥上跟巧珍说分手的时候，他脸是烫的，他心里是不好意思。他不是，他没有悔意，他也不是巧珍。高加林跟巧珍说分手的时候，巧珍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是个负心汉，但巧珍很有骨气、很有尊严的跨上自行车就回去了，虽然边走边哭。他比你有骨气，而且他的善良用在地方。当高加林后来回到农村的时候，巧珍的姐姐巧英要去羞辱高加林，巧珍拦着他说：“墙倒众人推，他已经落魄成这样了，你就不要再难为他。”我一点都不质疑，他说他爱他，你知道吗？他真的是爱他的，他爱他的任劳任怨，他爱他的默然顺从，丝毫不反抗。他当然爱他了。无论我投资是否失败，无论我在外面遭遇到什么样的风雨，我还有一个窝落嘛。他当然爱他了，这一点我毋庸置疑，你是爱他的。虽然你跟我们的爱的概念不一样，我们觉得爱就要付出嘛，你的爱就是索取嘛。你觉得他听话，法律程序他教你了，对不对？我们不能因为对一个男人失望而导致到另两个孩子将来的人生道路也是灰暗的。你说呢？你不为自己为孩子想一想，好不好？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
你现在就正面回答一个问题：你一个人能养活这2个娃不？孩子越来越大了，我一个人很难的。啊，很难。但是如果他要出了抚养费这事儿，有没有希望吗？有，但是我不想让孩子失去父亲。不是，他本来也没父亲嘛，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说我就是个单亲妈妈。但是他在孩子心目中那就没那我什么都不说了。的你可以继续这样下去，没关系嘛，那是你的生活嘛。所以今天命题非常简单，既然来了哈，今天就一个选择吧，跟老婆回家还是继续留在北京，好不好？你要跟老婆回家你就出来，你要还想继续留在北京你也别出来了，行吧？那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您是打算回去了是吧？是的。来2位请到台中间吧，啊，来有请有请有请。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以后不会离开你了，10多年受苦了，老婆。你会需要你。谢谢。好了好了，来，拿一下戒指好吗？谢谢。请回啊。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易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来，见证属于他们俩的时刻，各位请见证。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老婆。终于给我回家了，我欠了你这回。需要你啊，老公，你知道吗？我这么多年都才能回你。来，请亮灯啊！来，是真的想回家了是吧？真的想回家了。行，谢谢各位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特别想说一句啊，应该说这个结局是一个欢喜的结局，但是我的心情还是挺沉重的。我能看出来2个人拥抱，这个流眼泪，作为妻子心里有多少委屈，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幸福离他越来越近了。但我特别想跟小伙子说一下，我觉得生活不是表演，请你用心的对你身边的人，而不是一时。如果你想清楚了，是一生对他好。我特别想跟你说这个，谢谢你。是想好好回去过日子了吧？是这意思吗？是的。那你们就回去商量商量日子怎么好好的过好吧，好吗？您不是也离不开他吗？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请回吧。谢谢老师。请回，请回。